司的白月光梅原之竟然真的回归了。到底是谁屏蔽了那场战斗？是想帮孟川隐藏底牌吗？何必多此一举？师弟风头太盛，对他不好。这集官方不仅为我们解开了前期的诸多悬念，更是通过一张庞大的暗线网络，将接下来的两界岛篇章推向了高潮。故事开篇，孟川进入了神尊空间，揭晓了十字神尊像的逆天隐藏能力。原来凭借神尊力雷族宝告，孟川能够将自己斩杀的妖族直接收复为雷部众将。不仅如此，该形态还对天尊以下的神尊像有着绝对的位格压制。然而当孟川想要借此一鼓作气斩杀体内的三尸时，庄生却提醒他必须先突破至暗心境。为了达到暗心境所需的魂之境，孟川向心意尊者请教，却被教训说他连心意刀都没学全，不要好高骛远，无论天赋多么惊艳，修炼与成长都容不得半点虚浮。孟川虽然外挂强悍，但心意尊者依然在强调打牢基础的重要性。你先把心意刀学全了再说吧。行吧，你不练刀了？今儿个放假。随着剧情推进，尊者徐英悟与秦武对孟川进行了一次全面的8维战力评估。孟川的速度、肉身与意志皆属顶尖，在泰山府君的认证下，其神魂抗性更是达到了破线级别。但他实战经验不足，战斗技艺和术法体系偏弱的短板也暴露无遗。两位尊者十分疑惑，如此面板的孟川，在神魔体开不了的情况下，究竟是如何单杀妖王魁且没引起巨大波动的？随后，动漫揭晓了本集最大的催泪彩蛋：屏蔽那场惊天大战的人，正是从生死边缘归来的梅原之。他深知孟川风头太盛，容易引来杀身之祸，于是选择在暗中保护他。与此同时，秦武也透露，柳七月已经下山，正在驰援的路上。而南阳港终于迎来了久违的和平。孟川作画记录下这来之不易的宁静，并放飞孔明灯，思念远方的柳七月。此时大战中幸存的赵二狗向孟川坦白了自己的秘密，原来他根本不是什么大月皇子，而是极少数能窥见未来的人。他所用的龙脉之力是国师在未来梦境中传授给他的，他甚至在梦里见过自己登基。孟川不仅没有怪罪他在大战时的退缩，反而安慰他赴死需要魄力，但背负一切活下去同样需要勇气。就在这温情时刻，一艘满载血迹的幽灵船从两界岛飘入港口，而船上的人都已经遇害。与此同时，远方的两界岛已经沦陷，一个疑似同样见过时空逆转的小男孩正在废墟中苦苦呼喊着孟川：你怎么还不来？你怎么还不来？宁王！